第230章3个问题。哒哒哒，无线电收报机内吐出了一张虚幻的白纸，上面用鲁温文写道：伟大的主人，您忠诚的谦卑的仆人阿罗德斯，终于又追赶上您的脚步了。不要这么激动。魔镜阿罗德斯的说话技巧一如既往的专业啊，没有表达长时间联络不上的幽怨，也没有询问我这么久不找他的原因，直接将问题归罪于自身，认为是自己没有追赶上我的步伐，弄得我都有点愧疚了。不过该防备的还是得防备。克莱恩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阿罗德斯并没有等待，利用那台无线电收报机，哒哒哒在虚幻的白纸上弄出了个小心翼翼探头张望的表情。伟大的主人，灵界之上的支配者，您的仆人感觉到您距离回归圣座又近了一步，是吗？这货进化的好快，已经从使用颜文字演变为了构建表情包的雏形。在阿罗德斯的认知里，我是一个在一步步找回自己的真神，所以他虽然明确的察知到我现在只有序列5，但还是没有一点轻慢，反而更加的谦卑。克莱恩明白魔镜在故意提问，坦然点头道：是的，您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作为交换，作为我必须遵守的规则，您可以向我提一个问题。阿罗德斯打字飞快的回应着，并在最后附了个笑脸。克莱恩没有犹豫，直接问道：可以在哪些地方弄到鬼法师的魔药配方？虚幻的白纸一下被吐出好长一截，上面充满数不清的复杂符号，然后形成了一个镜面，呈现出一幕真实的场景。那是一座没有自然光源的幽深殿堂，里面有一团巨大的蠕动的事物，它是如此的模糊，以至于就像被橡皮擦抹掉的铅笔画，根本没法看到任何具体的细节。不过魔镜阿罗德斯在这幕场景下方有附送一大段文字，这是查拉图，他在晋升序列1诡秘使者的过程里失控，变成了怪物。不过伟大的主人，您要小心，他是一个非常狡诈的家伙，也许这一切表现都是他故意弄出来的。我无法直视他，这会给我带来伤害。除了他，您无法在密修会任何半神那里得到魔药配方，因为扎拉图当初是直接提供的高序列魔药，而这几乎没有办法通过非凡特性反向占卜出来。回答的好详细，而且还让我额外知道了占卜家途径对应的序列1是诡秘使者，他的意思是侍奉诡秘的天使。看来密修会这条路，只有直面查拉图才可能得到魔药配方，而我连直视他都无法办到。难怪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只说找疯掉的查拉图，没提密修会。克莱恩竟被魔镜阿罗德斯的态度感动了一下，如果不是觉得自己还没有位格和实力驾驭这件封印物，他都打算真正的将对方视作自己的仆人了。清脆的哒哒之声里，虚幻的白纸又长出了一截，展现出另一幕场景。那是一座巍峨的山峰，上面有一片破败的宫殿，宫殿内隐约可见一张巨大的石质座椅。克莱恩对这幅画面再熟悉不过，无需魔镜阿罗德斯注解，就知道它象征着什么。霍纳奇斯山脉主峰藏着的安提戈努斯家族宝藏。白纸继续被吐出，新的场景呈现于上，并如同电影一样有了镜头视角的变化。最先映入克莱恩眼帘的是一座高高耸立的哥特式钟楼和它周围成片的华丽宫殿，前者代表秩序之钟，后者代表索德拉克宫，它们都是贝克兰德的标志性建筑。镜头移动，白纸上很快有了新的建筑，那是一座有2个对称钟楼的纯黑色教堂。这教堂在场景内越来越大，很快展现出了内部，并定格于地底某个位置的铁黑色对开大门。大门异常沉重，铭刻有7枚黑暗圣徽，就如同深暗天国的守卫。查尼斯门，圣塞摩尔教堂。克莱恩认出了那风格熟悉的大门，并根据建筑特色确定那座教堂是黑夜女神教会贝克兰德教区的总部圣塞摩尔教堂。白纸吐出，画面一转，深沉的黑暗里，一个由根根白骨组成的空荡书架上，静静地摆着一本古老的笔记，它的封皮由硬纸制成，染着黑色。克莱恩一眼就认出了这本笔记，它是导致身体原主死亡的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兜兜转转，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克莱恩静静注视了一阵，等到画面消失，才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思绪。也是，当初极光会的人都从这本笔记里看到了小丑的魔药配方，得到他认同的我，在翻看它的时候，上面呈现的内容肯定会与以往截然不同。应该就有鬼法师的魔药配方，只是欠缺材料或特性。原来这本笔记一直被封印在圣塞摩尔教堂的查尼斯门后，要想从这种地方拿到它，
难度不会比寻找查拉图并直面他低多少。当初有高序列强者参与的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在我通过正义小姐举报给教会贝克兰德教区后，都很快就被平息，这足以说明贝克兰德教区力量的强大，无论是半神还是封印物，必然都不缺乏。不管怎么样，先回贝克兰德，看有没有机会。相比较起来，我更不想去霍纳奇斯山脉。收敛住思绪，克莱恩看向那台已变得幽暗深沉的无线电收报机道：昨晚，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船上的那位半神是谁？哒哒哒的声音轻快跳动，前面的虚幻白纸消失，新的又被吐了出来。白纸上的内容同样是一幕真实的场景。黄铜制成的精美灯架上，5根蜡烛高低分明的散发着光与热。一位戴三角帽和黑色眼罩的中年男子立在放葡萄酒、香槟和蒸馏酒的柜子前，谦卑地看着对面。他的对面有一个披黑色斗篷的高大人影，脸庞完全藏在了兜帽之下。这人影似乎没有真正的头部，只有一团深沉的扭曲的黑暗镶嵌于脖子上。借助悬赏令上的画像，克莱恩认出那独眼男子是风船长康纳斯，他头发散乱而油腻的披下刚好盖住了脖子。对面应该就是那位半神，不过他有刻意的伪装自己的样子，并做了相应的反占卜。阿罗德斯能得到这种程度的图像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克莱恩并没有太过失望，反倒认真的记忆起那道人影的身材，1.85米以上，但不到190，手臂略长，双手垂下的时候几乎达到膝盖位置，肩膀宽厚，撑起了斗篷，双腿有一定程度的外偏。作为伪装领域的专家，克莱恩认为一个人在遮掩的样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占卜后，有很大可能不会再注意身材的伪装，尤其那本身还不存在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这能提供一定的线索，有助于克莱恩将来看到目标时感觉熟悉。很好，该你提问了。记住之后，克莱恩不再打量，饶有兴趣的等待魔镜阿罗德斯提问。他很好奇对方这次还能不能突破自己的想象。哒哒哒的打字声变得有些迟缓，透出几分犹豫，虚幻的白纸随之一点点吐出。伟大的主人，我能对你说一句话吗？可以。克莱恩略感诧异的回答了问题，并期待起阿罗德斯会说什么。哒哒哒的声音一下变快，透着明显的热情。虚幻白纸上一行行单词相继出现：伟大的主人，生日快乐。这是迟来的祝福，您现在的身体是1327年3月4日出生的。我原本想在当天凌晨第一个祝福您，但没能跟上您的脚步。果然是突破我想象的话题，我都忘记生日这件事情了。克莱恩嘴角微抽，不知该说点什么。他有接收原主的记忆碎片，获得了他的部分情感，对生日还是知道的，只不过孤身一人漂泊于外，哪还会记得这些事情。阿罗德斯这货竟然是第一个祝我生日快乐的。班森、梅丽莎他们在这一天更多应该是难受吧。2月份的时候面试就结束了，不知道班森有没有顺利成为政府雇员。克莱恩一阵感慨，看无线电收报机的眼神都柔和了不少。他想了想，冷静的开口道：第3个问题，你的来历。哒哒哒的声音停了2秒，旋即又响了起来。白纸一节节吐出，上面浮现出新的场景，地面的孔洞涌出了大量的黑色粘稠液体，它们扭曲的向外伸张，长出了不同数量的手臂和腿脚，随之变成一个个奇异的怪物，冲向了前方。这个过程里，一个光点伴随着黑色的液体被喷出，落到了一块石头上，迅速与对方结合，演变为了一面花纹古老、两侧有黑色宝石装饰的银镜。这是什么奇怪的场景？阿罗德斯就是这样诞生的。那光点又是什么？来源于哪里？有点疑似非凡特性啊。克莱恩初步解读起看到的场景。那哒哒哒的声音并未停止，又吐出了一行单词。伟大的主人，您还有别的问题吗？算了算时间，克莱恩摇头道：没有，您完成了回答，我也该离开了。伟大的主人，灵界之上的支配者，您谦卑的忠实的仆人阿罗德斯期待着再次为您效劳，期待着能一直追随您的脚步。再见。虚幻白纸上最后呈现出一个挥手的表情。第232章新的日记。安静的旅馆房间内，幽暗深沉的无线电收报机瞬间恢复了正常，周围的光线也不再阴森。克莱恩忙碌着准备仪式，将它献祭到了灰雾之上，然后才有心情思考刚刚获得的答案。根据魔镜阿罗德斯提供的线索，
结合阿兹克先生和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的回答，克莱恩初步有了下一个阶段的计划，那就是不仅仅因为想稍作休整重返贝克兰德，而是将这座大都市视作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活动地点，看能否从黑夜女神教会的圣塞摩尔教堂内偷出那本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如果确定没有办法，则尝试转到相近非凡途径，若这个还不行，就不得不走最后一条路，前往霍纳奇斯山脉主峰。回贝克兰德肯定不能光明正大地用夏洛克·莫里亚蒂这个身份，除非想调出因斯赞格威尔或隐藏于暗处的王室某个派系。不过，联络熟人或借助蒸汽教会资源的时候，可以变回夏洛克·莫里亚蒂的样子。总之，又得用新身份了，并且得与格尔曼斯帕罗有彻底的区分。这次不直接回普利兹港，从迪西海湾那边绕一圈，务求让人查不到来历。克莱恩念头电转，很快就有了清晰的思路。初步确定方向后，他本想提取血液，去灰雾之上用灵体探索格罗塞尔游记，可考虑到下午还有塔罗会，又躺回了床上，欲休息与放松。未来号平稳的行驶于起伏的海浪里，星之上将加德利亚立在窗边，眺望着那开阔到看不见边际的风景，而前甲板位置时不时传来妮娜气急败坏的声音。他在怒骂弗兰克里弄出了一堆繁殖极快、喜爱吃鱼的牛肉味蘑菇。加德利亚无声叹了口气，抬手推了推鼻梁上架着的沉重眼镜。这时，他的灵感忽有触动，低头看向了书桌，只见那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张发黄的纸张。大地的日记，他终于派信使过来了。加德利亚欣喜转身，拿起那数量不多、更像是初期试探的纸张。等到下午3点，已强行记住那些符号的他，看见虚幻的深红光芒潮水一样将自己的淹没。一根根石柱撑起的高耸穹顶下，隐者加德利亚看见了一道道类似的深红光芒腾起，化作模糊的身影。他没去细瞧，发现鼻梁上已自然呈现出那副熟悉的眼睛，似乎是外界状态的完美复刻。然后他眼角余光瞄到正义小姐优雅起身，语气轻快地向青铜长桌最上手问候道：下午好，愚者先生。奥黛丽最近的心情确实不错，在返回家族城堡后，她以乖巧女儿的姿态，顺利帮母亲凯特琳夫人解决了一些源于实际年龄和身体状态的心理问题，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馈，这让她总结出了更多的心理医生扮演守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帮助别人解决心灵方面的问题，她怀疑这就是模样名称叫心理医生而非心理学家的原因。正义小姐很开心吗？克莱恩似被感染，含笑点头，算是回应。这个过程里，他发现倒吊人先生显得心事重重，似乎还在犹豫和挣扎，还没拿定主意。这意味倒吊人先生买得起海洋歌者魔药配方和主材料，只是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我还以为他会申请分期付款呢。愚者克莱恩毫无异常的收回目光，环视了一圈。等到正义小姐的问候结束，隐者加德利亚望向青铜长桌最上手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有搜集到3页罗塞尔日记来了，不知道神秘女王专门挑选出的3页日记会不会有价值很高的信息，比如对应占卜家途径的那张亵渎之牌的下落，这能为我提供另外的可能性。克莱恩内心颇为期待，外表淡定自然的开口道：很好，你可以想一个请求了。是，愚者先生。加德利亚态度挑不出一点毛病的回应道，然后申请具现出日记的内容。看到他这样的表现，再想想他梦境里的样子，克莱恩竟颇感欣慰，就像班主任老师成功让一位学生变得乖巧懂事一样。隐者女士第一次提供罗塞尔大帝日记 A， 以她表现出的水准和能力，之前不应该没有办法搜集。过去她更多是在观察。上次被愚者先生惩罚后，真正融入了我们塔罗会。正义奥黛丽结合隐者加德利亚上周的表现，做出了一定的判断。与此同时，他也察觉倒吊人先生今天状态不是太对，似乎在期待着什么，又不舍着什么，一时颇为好奇。克莱恩没有等待太久，那3页日记就具现完毕，来到了他的手里。太阳戴里克等成员本能就安静下来，不打扰愚者先生的阅读。2月9日，今天是伯诺瓦的生日，他已经是个健康、结实、诚实、善良的年轻人，他是如此的虔诚，受到了教会的重视。所有人都在恭贺我，说伯诺瓦肯定能成为眷者，成为圣灵，称赞他的信仰是那样的纯粹，那样的无瑕。我应该很高兴，但我心里却有着难以遏制的悲凉。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更人性一点，能更有感情一点，能更多的做自己，而非神灵的信徒。可是，几乎所有人都发自内心的认为伯诺瓦现在的状态很好，马蒂尔达是这样，夏尔是这样，我的贵族们，我的大臣们也是这样。只有贝尔纳代与我有着同样的感受。他私下告诉我，他认为人应该更自我一点，只要不伤害谁。想到查拉图在伯诺瓦出生时的那些话语，以及我踏入半神领域后越来越多的预感，我的心情更加沉重。可爱的天使，呵呵，真的是可爱的天使。这就是你对我的防备吗？这就是你试图控制我的办法吗？不，你大概无法理解我内心的骄傲。在我看来，神灵又如何？我可取而代之。2月11日，再次联络查拉图未果。自从拿到那本安提戈努斯笔记，这位密修会的首领出现的频率就越来越低，不知道在秘密谋划着什么。反正他肯定不会告诉我。2月12日，给贝尔纳代制作了一件很适合他的神奇物品，这能让他有效避免隐匿贤者的唠叨，只要不主动祈祷，主动索取回应。这东西似乎还能帮助圣者们进入苏尼亚海最东面那片神战遗迹，不受真实造物主一语的影响，那里大概率藏着神器之地的秘密啊！哈，我只是随便做个送女儿的小礼物，就有这么强大的效果。贝尔纳代，你老爹我果然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工匠。最出色的工匠，这是否意味着大地写这页日记的时候，已经走到了通使者途径的序列2，成为了一位天使？在有蒸汽与机械之神存在的情况下，这个位阶是工匠能达到的顶点，难怪神秘女王能自由进出神战遗迹，原来是有大地送的礼物。果然，有家长的孩子像块宝。克莱恩内心一阵感慨。另外，他也从第一则日记的字里行间读出了罗塞尔大帝的压抑和愤懑，并用上辈子锻炼出来的阅读理解能力，品出了一些隐藏于内容之下的信息。成为天使后，大帝似乎受到了蒸汽教会的钳制和防备。那位蒸汽与机械之神有对他的小儿子伯诺瓦施加一定的影响，让他成为了最虔诚的信徒，将来可以进入完美之地，成为天使的那种。而这不仅没让罗塞尔大帝屈服和顾忌，反倒激起了他的抗争之心。大帝后来成为世界公敌，正是源于这种抗争。克莱恩在心里点了下头。与此同时，他有注意到查拉图的事情，怀疑这位奇迹师正是在得到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后才开始冲击序列1这个位阶，为此谋划了不少事情。结果晋升的时候出了状况，变成了怪物。当然，正像魔镜阿罗德斯说的那样，也许查拉图并没有失控，只是在隐藏什么，图谋什么。快速浏览之后，克莱恩翻过这一页，看向了后面，这并不连续，属于新的内容。10月5日，几个原始月亮的信徒被我建立的黑衣人组织抓获，没能完成相应的献祭仪式。他们表现出的一些东西让我很好奇，他们得到的力量似乎真的直接源于绯红之月。可惜，大量的数据表明，这红月真的是卫星，真的在绕着我们的星球转动。那么，它又是如何将物理与神秘结合在一起的？以我现在的能力，要想前往红月之上，不是不可能，顶多比较麻烦，比较困难。但似乎没这个必要。10月7日，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将尝试转到相近的窥秘人途径，只有这样，我才能成为序列1。我一直怀疑隐匿贤者原本是概念化的唯一性，后来因某些意外产生了灵智，并彻底苏醒。所以，这条途径的序列1位置大概率还空着。第233章晚年疯狂。我早就从那个最古老的组织拿到了知识皇帝的魔药配方，现在是时候寻求相应的材料了。它也许已经属于一位天使，也许与周围的事物结合，变成了扭曲邪恶的怪物或混乱恐怖的零分级封印物。总之，必须足够的小心，最好能找到合适的帮手。知识皇帝，这序列1魔药的名称真的有趣。如果不是直接看了亵渎石块，我会以为它属于阅读者途径，属于知识与智慧之神教会。更为奇怪的是，这两条途径并没有互换的关系。我曾经和那位神秘的首领以及赫密斯老先生讨论过这件事情，我们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阅读者途径代表的是全知全能里的全知，而窥秘人、通识者对应的是知识本身，分属2个方面，一个更偏神秘，一个更接近现实。等我成为了知识皇帝，贝尔纳代就更不用担心隐匿贤者的灌输了，也不用害怕知识的追逐。大帝最后是转向了窥秘人途径啊，
不知道他有没有顺利成为知识皇帝。或许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才和蒸汽教会彻底决裂，以至于后来举世皆敌，找不到帮手，尽寄希望于黄昏隐士会。克莱恩半是感慨，半是揣测的想到。在此之外，他对大帝解释阅读者途径无法和窥秘人通识者互换的观点相当感兴趣，认为再深化下去，或许就能找到非凡途径互换的规律和原理。在一般的非凡者看来，阅读者、窥秘人和通识者都属于知识领域，彼此间应该有很强的关联，结果前面是个异端。阅读者属于全知全能里的全知，那秘其人，也就是牧羊人途径，是全知全能里的全能，然后两者又存在一定的交叉，比如因博学而多能，因多能而博学，所以他们可以互换。从这个角度出发，风暴途径海陆空全能就可以理解了，观众对应的心灵领域则是对风暴的有力补充。那么太阳为什么可以和他们互换呢？考虑到上一个有全知全能称号的是远古太阳神，是否意味着太阳是容纳全知全能的基石？根据这样的思路，窥秘人和通识者是知识本身的不同方面，所以能互换。那么刺客和猎人又是什么的分化？黑夜、死神和战神途径呢？克莱恩一下想了很多，但既没有时间，也缺乏足够的信息去深入分析，只能暂时将相应的问题抛诸脑后。用意念把第3页日记弄到了上方，一眼扫去，克莱恩的精神突然集中，因为当前这篇日记和以往那些大不相同。它没有日期，字间距很大，因为是原版，还可以明显看出落笔的重量超乎寻常。克莱恩目光一扫，泛黄纸张上的内容就映入了他的脑海。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当初有那样遭遇的应该不止我一个。不，怎么会这样？我看见的东西在告诉我，所有都将毁灭，我缔造的一切同样如此。我不接受这样的结局，必须努力自救，不再寄幻想于七神。只有登上序列灵的宝座，我自己和我所重视的那些才能保存。我是不是要尝试将门先生拉回现实世界？他虽然自称只有序列1，但我认为他绝不是普通的序列1，很大可能给我带来意料之外的灾难。比前面2页大了不少的汉字以稀疏凌乱的姿态占据满了泛黄的纸张，实际内容不多，却看得克莱恩脑袋一阵一阵抽痛。写这篇日记的时候，罗塞尔大帝很可能已经是序列1的知识皇帝。他带着激烈情绪书写的内容有着强大的神秘色彩，也就是说，如果克莱恩在现实世界阅读这些内容，很可能会精神失常，当场疯掉，甚至失控。还好隐者女士不懂中文，否则她之前强行记忆内容的时候已经变异，就算不懂，她应该也会觉得特别累，消耗特别大。如果长久接触、长久注视，幻听与幻觉不可避免，并大概率会出现失控的征兆。克莱恩略感庆幸的想到，他的注意力迅速转回了日记本身，疑惑随之浮现，大帝究竟看到了什么，让他情绪如此激烈，态度也偏激了不少。字里行间的激荡感和冲动感有点不太正常，不符合一位久居高位者的人物形象，更不符合一位天使的位格。即使最后那段日子，大帝说出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失态，这样激动。他被谁影响了，或者被什么事物污染或侵蚀了？还有，他提到有那样遭遇的应该不止他一个，是指什么事情？穿越吗？当初在地球之上因莫名其妙的事和物穿越的，确实不止他一个，还有我，甚至更多。一个个想法电闪而过，克莱恩没浪费时间，让那3页日记消失，含笑望向隐者加德利亚道：想好请求了吗？加德利亚早有准备搬行了一礼，开口说道：我想知道罗塞尔大帝晚年为何疯狂。同一派的正义奥黛丽眨了下眼睛，怀疑自己听错了，她完全没想到隐者女士一开口就是这么重磅的问题。而且他怎么知道罗塞尔大帝晚年疯狂了？还有，他只提交了3页日记，就问这种层次的问题，不符合等价交换的规律啊！奥黛丽内心涌现了各种想法，但却没有阻止隐者女士提问，反倒很感兴趣，并莫名激动的等着愚者先生回应。倒吊人阿尔杰、月亮埃姆林魔术师福尔斯同样屏住了呼吸，将目光投向了青铜长桌最上手。只有太阳戴里克和世界对此不太在意。
愚者克莱恩想了想，轻笑了一声道：“首先，我们确定一个事实，我并非全知，也不全能。”他以自嘲般的轻松口吻说出了这句话，但隐者等人却没有一点异常，甚至表现得更恭敬了一点。对他们来说，愚者先生不全知也不全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即使不提他们各自对愚者先生状态的揣测，仅是这位隐秘存在尊名上没有类似描述的现实，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而且，目前所有的真神、邪神都没有全知全能类型的尊名。不着痕迹铺垫好基调后，克莱恩开始回答隐者的提问。我也想知道罗塞尔晚年遭遇了什么。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因某些未知缘由的刺激或影响，罗塞尔将目光投向了序列灵。他没去解释序列灵对应什么，在塔罗会里，知道的比不知道的多，不知道的也能隐约猜到一点。序列灵，大帝想要成神，难怪说他晚年疯狂了。正义奥黛丽知晓序列灵代表什么，一时颇为感慨。倒吊人阿尔杰同样如此。隐者加德利亚显然也明白序列灵的含义，若有所思地表示了感谢，收回了目光。序列灵，月亮埃姆林和魔术师福尔斯各自咀嚼着这两个单词，似乎这才知道序列一之上还有一个位阶，而这属于真神。太阳戴里克则懵懂地看着愚者先生，不明白那个存在感很强的罗塞尔大帝试图冲击序列灵有什么问题。在白银城内，如果有机会，每一个居民都想成为序列灵的真神，以便为大家创造一个更适合生存的环境，或者引领所有人离开那片被遗弃的土地。克莱恩没再多说，后靠住椅背，环顾一圈道：“你们开始吧。”说完，他就操纵世界望向太阳戴里克，低沉笑道：“你要的公证人魔药配方有了，谢谢您，世界先生。按照约定，我会记下这笔欠债，等待您提出要求。”太阳戴里克诚恳地说道。好，克莱恩边操纵世界回答，便让他装模作样向愚者先生提出了具限的请求。没用多久，那份魔药配方就来到了小太阳的手中。戴里克欣喜接过，如饥似渴的快速浏览了一遍羊皮纸上的内容。序列6，公证人。主材料：长者之树的根茎结晶1份，气灵鸟的尾羽5根。辅助材料：光辉气灵树的汁液100毫升，金边太阳花1朵，白边太阳花1朵，水蕨汁液5滴。没等其他人说话，世界看着倒吊人阿尔杰，又一次开口道：“你知道的，你要的海洋歌者魔药配方和主材料有了。”正义奥黛丽等人一时都有点傻眼，隐者加德利亚更是难掩惊讶地望向了世界。他记得很清楚，格尔曼斯帕罗上周才狩猎了屠杀者吉尔西艾斯，这又是从哪里弄来的海洋歌者魔药配方和主材料？他不会又杀了位海洋歌者吧？这在风暴教会内都算得上准高层了。这才1周啊！加德利亚觉得这一点也不现实。第234章岛屿与遗迹。世界先生还拿到了海洋歌者的魔药配方和主材料，真是好厉害啊！太阳戴里克将目光从手中的羊皮纸上拔起，望向了青铜长桌最下手的那位先生。在他的心里，世界的强悍程度又跃升了一个级数，已经可以和6人议事团内较弱那几位媲美了。魔术师福尔斯也有类似的惊叹，并且感触愈发的深。他记得自己刚加入塔罗会的时候，世界先生给自己的直观印象是阴沉内敛，除了这个，没什么别的特点。之后聚会里，他陆续表现出了经验的老练、见闻的广博，以及应该还算不错的能力，一看就是那种经历过很多事情的资深非凡者，是塔罗会里仅次于倒吊人先生的成员。原本这样的形象就快在福尔斯心里定型，结果最近几个月来，魔术师小姐发现世界一次又一次刷新了自己的认知。她先是打听到了相当重要的消息，接着又间隔很短的贩卖了不少非凡特性，让人不由自主怀疑他是个活跃在神秘世界的非凡杀手。发自内心的感觉畏惧，并伴有一定的欣喜，因为这意味着某些委托找世界先生有很高的成功率。等到新的成员隐者出现，魔术师福尔斯还以为世界先生的光芒会被那位强大的女士彻底掩盖，谁知他不声不响就夺回了风头，让大家都有点不敢直视。1周内连续拿到海洋歌者魔药配方、相应主材料和公证人魔药配方，简直不像是人类能够完成的事情，确实很厉害。我就欣赏这种看似沉默寡言、普普通通，实际非常有能力的类型。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子爵。这次猎杀竞赛之后，获胜者能得到的奖励应该就是足以让一位血族获得本质提升的馈赠。
月亮埃姆林怀特很快就把思绪转回了自己的事情上。正义奥黛丽感慨赞叹之余，愈发对之前一件事情感觉不解。这么厉害的世界先生为什么从来没搜集过罗塞尔大帝的日记？他不像是隐者女士，加入塔罗会已经很久，还需要观察。他也不是没有需求，没必要搜集罗塞尔大帝的日记，从愚者先生那里换取相应的事物。那他为什么不搜集呢？难道他私下里已经提交？可为什么要私下？隐隐约约间，奥黛丽觉得世界先生与愚者先生存在一定的联系，可又无法确定，毕竟还有不少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倒吊人阿尔杰沉默了几秒后，侧身望向青铜长桌最上首道：“尊敬的愚者先生，我请求和世界单独交流来了。”克莱恩颇为期待的颔首，随即屏蔽了其他人的感官。阿尔杰等待了2秒，回头看着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道：“我用一个不被他人所知的原始岛屿坐标来交换，上面不仅有很多南北大陆已经灭绝的非凡生物，还藏着一片不知具体年代的古老遗迹。当初，我是和麒麟格斯一起发现的，那时我们还没有能力深入探索。不过他有发现一些痕迹，怀疑遗迹里藏着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某样事物，认为它的价值不会比罗塞尔大帝制作的那副纸牌之一差。我的实力不如麒麟格斯，深入的程度也不如他，无法知道他究竟看见了什么，只能从他不经意说出的一些话语里猜测情况。倒吊人先生这些话信息量很大啊，看来他和飓风中将麒麟格斯很早就认识，还一起探过险，发现了原始岛屿和古代遗迹。而之前想趁麒麟格斯离开大海解决这位海盗将军的，也是他。倒吊人不是简单的风暴教会成员啊，他的过去似乎很复杂，藏着不少秘密。一个原始岛屿的价值确实不小，对一个隐秘组织来说，这才是支撑人员成长的基石。克莱恩操纵世界摆出沉吟的姿态，试图从倒吊人那里获得更多的信息。见世界没拒绝，但也没答应，已平复下来的倒吊人阿尔杰冷静说道：“上面有半神级非凡生物存在的痕迹，对你来说，这应该有很大的价值。这一点，我可以向愚者先生起誓，保证没有撒谎。等我拿到了鬼法师的魔药配方，就得考虑相应主材料的获得了。到了半神这个层次，金钱能发挥的作用会少很多，以物才最有可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半神级非凡生物的所在很重要，那片遗迹也有点意思。”世界不再犹豫，低笑了一声道：“成交。”倒吊人阿尔杰没立刻索取海洋歌者的魔药配方，转而说道：“我有一个前提条件，我希望你第一次探索那个原始岛屿时，同伴是我，有愚者先生注视这一切。我想你不用担心我有什么不好的图谋。”克莱恩考虑了下，让世界点头道：“没问题，去危险地方的时候，我会需要一些同伴，希望你有足够的能力跟上。”阿尔杰没有因对方的口吻而恼怒，松了口气道：“所以我希望你的第一次探索在我成功晋升之后，当然，如果我因魔药而失控，这个约定自然作废。”可以，世界不甚在意的回答道。倒吊人阿尔杰不再啰嗦，征得愚者先生同意后，具现出了写有那个原始岛屿情况的羊皮纸。就在罗斯德海域边缘啊，整体面积也不小，相当于一个蓝山岛了。克莱恩接过纸张，快速浏览了一遍，大致弄清楚了那个原始岛屿在什么地方。他很快抬头道：“魔药配方和主材料在聚会结束后一起给你，好做出取舍。”的阿尔杰已不再有任何纠结，闻言内心一阵澎湃，但表面却沉稳有加。两人的单独交流到此结束，隐者加德利亚收回望向世界的目光，侧头对魔术师福尔斯道：“陨星水晶已经拿到，60克600磅，好快。”隐者女士效率很高。福尔斯一阵惊喜，一阵为难。上周结束聚会后，他就已经收到拉瓦章鱼的血液结晶，为此支付了600磅，存款只剩下230磅，算上这周刚拿到的150磅稿酬，也还差220磅。先向修借些钱来应急，他应该有这么多了。等晋升成功，就抓紧赚钱，抓紧赚钱。魔术师福尔斯无声吸了口气道：“好，明天这个时候交易。”隐者加德利亚嗯了一声，毫不拖泥带水的看向了正义奥黛丽。黑兽巨蜥的脊髓液已经确认，1800磅。迷幻风铃树的果实暂时没有线索，这已经很好了，比我预想的好。谢谢你，隐者女士。奥黛丽真诚的感谢道，完全没去在意价格的问题。她最近才发现建立谷物搜集保护基金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可以让自己资金的动用变得更隐蔽，更不引人注目。
让父亲和母亲都没法察觉问题。确定了两笔交易后，加德利亚展现融入姿态的环顾了一圈道：神话生物的血液有线索了吗？克莱恩当即操纵世界，低哑笑道：是指纯粹的神话生物吗？纯粹的神话生物，还有不纯粹的神话生物？正义奥黛丽等人听得既迷惑不解，又很感兴趣。隐者加德利亚愣了一秒道：纯粹的，也就是天使的血液，一滴就够了。他当初没详细介绍，是认为塔罗会内暂时不会有这么高端的事物出现，除非愚者先生愿意提供帮助。而很显然，愚者先生是不需要别人解释神话生物是什么的。我有一定的线索，但不肯定能拿到，而且还得等待至少3个月。克莱恩操纵世界给出回应。塔罗会其他成员一下沉默，没想到世界连天使的血液都有线索，他究竟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正义奥黛丽、魔术师福尔斯等人又一次刷新了自己对世界先生的印象。倒吊人阿尔杰则怀疑世界是要向愚者先生的天使借一滴血液。短暂的静默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提升未必如塔罗会其他成员那么明显的月亮埃姆林有气无力的问道：我上次的委托，你们有线索了吗？魔术师福尔斯当即开口道：有一次的情况了，我会追查下去的。背负上债务的他做事充满了动力。交易的尾声，太阳戴里克提出了购买长者之树根茎结晶的请求，而气灵鸟的尾羽在白银城的特殊仓库里就有。另外，他还求购了金边太阳花等辅助材料，这是外界常见而神器之地缺乏的事物。长者之树的根茎结晶和那些辅助材料都问题不大。月亮埃姆林精神一振道：那么你能用什么来交换呢？他上次向正义小姐提供长者之树的果实时，就知道了根茎结晶在哪里。太阳戴里克想了想道：一个对应序列5的吸血鬼的非凡特性，这在黑暗深处并不是什么太少见的怪物。血族，埃姆林咬牙说道：你不用着急，等我想好了要什么，再告诉你。他不想让交易来的物品与猎杀竞赛的奖励重复。好，已经欠了世界一屁股债的戴里克相当坦然。又是一阵沉默后，愚者克莱恩轻敲了下斑驳长桌的边缘。示意自由交流环节开始。第235章世界与侠盗。耸立于灰雾之上的古老宫殿内，倒吊人阿尔杰没急着提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的事情，侧过脑袋看向旁边的太阳道：你们还在下午镇吗？戴里克老实点头道：是的，我们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建立起营地，然后以小组联合的方式，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清除残余的怪物，寻找可能存在的各种古老痕迹。虽然这会很缓慢，但足够安全。他回答的非常详细，并且表现出了倒吊人先生如果想了解的更多也没有问题的态度。正义奥黛丽饶有兴致的听着，小幅度抬了下手道：你们在下午镇这么久，是依靠什么作为食物？附近有黑面草吗？他很早前就听小太阳提过，白银城是靠周边区域种植的黑面草作为主食才延续下来的。我们有携带一部分黑面草磨成的粉，但主要的食物来源是猎杀的那些怪物，它们之中有很大部分只要吸出了非凡特性，被剥去了皮毛，用火焰烧灼就能够食用。不过它们都存在一定的污染，会导致精神方面出现问题，不能持续性的摄入，需要足够的间隔。太阳戴里克认真回答了正义小姐的提问。正义奥黛丽回忆了下小太阳提过的几种黑暗深处怪物，想了想白银城所在区域阴森晦暗的恐怖风格，忍不住追问了一句：这不会很恶心吗？正专注听着其他成员对话的魔术师福尔斯受这个问题启发，故意没去看月亮埃姆林，颇为好奇的向太阳戴里克问道：我记得你说过，黑暗深处的怪物包含吸血鬼，他们浑身流脓，丑陋无比。那么击杀了这样的吸血鬼后，你们会将它作为食物吗？听完这个问题的埃姆林完全忘记了要纠正对方是血族不是吸血鬼，脸色一绿，竟莫名有了几分难以描述的惊悚感。戴里克沉默了2秒道：有的怪物确实很恶心，非常恶心，就像魔术师小姐提到的吸血鬼那样，但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要能吃都会吃。他的嗓音逐渐低沉，似乎又一次深刻感受到了笼罩整个白银城的被诅咒般的悲剧。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内又一次静默，就连想反驳太阳戴里克某些说辞的月亮埃姆林都没有开口，只是撇了下嘴，缩了缩胳膊。几秒之后，世界打破了沉默，低笑一声道：让我们回到海上。最近有件事情值得关注，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的单眼骷髅号在一场暴风雨后飘到了码头附近，上面桅杆被折断，到处是烧焦的痕迹。
所有的船员，包括康纳斯维克托本人都已经死亡，无一幸免。正义奥黛丽等人并不清楚风船长是谁，对这个消息不是太感兴趣，只是有点好奇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场灭船惨案。倒吊人阿尔杰的感受却与他们截然不同。世界竟然关注了风船长事件，这背后藏着不小的秘密啊！难怪考特曼阁下会郑重下达命令，让带法者和船长水手们调查相关的情况。阿尔杰眼眸微动，略作思考道，在拜亚姆，风暴教会正积极的调查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相关的人和事，都不用我另行委托了。克莱恩暗笑一声，让世界直接问道，风暴教会掌握了哪些线索？我不知道，我会尽量了解一下。倒吊人阿尔杰坦然摇头，他相信世界听得懂自己的言外之意，那就是我现在确实不清楚，但我会在内部打听的。好奇旁听的正义奥黛丽愈发觉得风船长的事情不简单，试探着开口道，世界先生，这不是常见的海盗内讧吗？克莱恩正想随意敷衍正义小姐两句，不透露更多，忽然考虑到了一个问题，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和人口失踪案的背后也许藏着王室某个派系以及一些军方人士，而正义小姐在情感和立场上天然偏向贵族，偏向王室。如果将来有一天，我针对那些该受诅咒该被绞死的家伙向他委托相应的任务，他未必会乐意接受，甚至可能因此陷入内心的矛盾里。所以现在就得一点点给他灌输王室和军方有不少坏人的印象，潜移默化的改变他的立场和情感偏向，为此可以承担世界部分信息暴露的风险。克莱恩思索了片刻，让世界语气轻松里带着点讥讽的说道，风船长与倒吊人先生之前调查的殖民地人口失踪案有关，魔女教派将诱骗或掠夺来的人口交给疾病中将特雷茜等外部势力，由他们运送到北大陆东海岸附近，借助风船长康纳斯维克托完成最后的一段距离。这位海盗与鲁恩许多人口贩子、奴隶商人有密切联系。我1月份的时候告诉过倒吊人先生一个消息，有人目睹失踪案相关的巴伦与效忠于王室的军情9处人员碰面。还有，贝克兰德最大的人口贩子卡平身边有仲裁人途径的保护者。这么多事情加在一起，你们还认为风船长的死亡是一起简单的海盗内讧吗？呵呵，我一直在想，幕后那位要这么多奴隶做什么？线索间清晰的关联呈现于了正义奥黛丽和倒吊人阿尔杰等人心中，让他们忽然明白了不少事情。世界先生离开贝克兰德，前往海上，就是在追踪线索。他一直在调查大雾霾事件和埃德萨克王子死亡的真相。根据他提供的这些内容，可以明显发现，真正的凶手还没有得到惩罚，还隐藏在王室内部，并有一部分军方人士为他效劳，真是可恶啊！这种人就应该被丢入地狱。世界先生怎么会知道卡平身边的保护者是仲裁人途径的非凡者？他们打过交道。奥黛丽思绪偏飞间，突的有了联想，卡平是被侠盗黑皇帝杀死的，后者明显很清楚卡平的保护者们属于哪条途径。侠盗黑皇帝是愚者先生的眷者，世界先生疑似与愚者先生有一定的联系，他从来没搜集过罗塞尔大帝的日记，所以世界先生就是侠盗黑皇帝，就是愚者先生的眷者。他不提交罗塞尔大帝的日记是因为私下就提交过了，他之前的一些表现是为了隐藏眷者的身份，这是愚者先生的考验。真的很难把世界先生和侠盗黑皇帝联系起来啊，后者更像是一个英雄。奥黛丽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相，开始好奇世界先生，也就是侠盗黑皇帝，现实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倒吊人阿尔杰和隐者加德利亚则一下明白了格尔曼斯帕罗为什么要袭击疾病中将特雷茜，这位眷者在追查贝克兰德大雾霾事件的真相，而这后面隐藏的东西是愚者先生感兴趣的。生活在贝克兰德的魔术师福尔斯和月亮埃姆林也从世界提及卡平隐约察觉到了点什么，毕竟侠盗黑皇帝的传说在最近半年相当火爆，成为了不少通俗小说的重要角色，就连福尔斯自己都想以对方为主角写一本侠盗和贵族小姐的爱情故事。他们终于明白了世界之前为什么能及时察觉到贝克兰德会有大事件在酝酿，很可能出现惨剧，因为这位先生一直在追查相应的线索。这么看来，贝克兰德的事情远没有结束，将来或许还有意外。真想立刻离开啊，可修肯定不愿意，也没法给他解释。福尔斯瞬间有了逃出贝克兰德的想法。月亮埃姆林倒没有过于害怕，在他看来，真出现灾难，血族也有大人物在贝克兰德，
肯定可以提供庇佑。沉默了2秒，倒吊人阿尔杰郑重说道：“我会尽力调查这件事情。”他已经预感到风船长之死背后潜藏着相当恐怖的风暴，因此有些畏惧和害怕，但也不缺自己在参与南北大陆最重要事件的激动和战力。隐者加德利亚安静听完，点了下头道：“我也会搜集相应的消息，如果能有更多的线索提供，或许我能帮得上忙。”克莱恩想了想，让世界坦然说道：“风船长死亡当晚，他船上有位疑似黑皇帝途径的高序列强者，但这位半神在亚恩考特曼赶到前成功逃走了黑皇帝途径。半神。”阿尔杰和加德利亚同时咀嚼着这些单词，思考着能从哪方面入手。正义奥黛丽等人则惊叹于塔罗会从讨论半神发展到了直接参与半神相关事件，真的越来越高端了。至于太阳代里克，全程都没怎么听懂。风船长之事暂时告一段落后，隐者加德利亚看了眼世界，故意提到海上还有一件事情，上周疯狂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狩猎了不死之王的二副屠杀者吉尔西艾斯，这是位序列5的非凡者，好厉害。目前仅有序列8的魔术师福尔斯由衷的赞叹道，他很清楚序列5究竟代表着什么。真是一位传奇的冒险家。正义奥黛丽跟着说道。月亮埃姆林张了张嘴，又重新闭上，感觉自己距离这样的层次还有很远。倒吊人阿尔杰则没什么异常的说道，正因为这件事情，调查格尔曼斯帕罗的来历成为了各大组织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你的意思是风暴教会也让你调查我？克莱恩一下听懂了倒吊人先生的话外之意，让世界低沉笑道，不知哪里可以领取这个委托？我想用一些不重要的信息获取金钱，对于格尔曼斯帕罗我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世界先生的意思是，他不介意我提交一些看起来重要其实没什么意义的格尔曼斯帕罗情报换取奖赏和信任。倒吊人有所明悟的点了点头。自由交流持续了好一阵子，直到太阳代里克学完了这周分的古赫密斯语单词，一切才彻底结束。目送行礼状态的正义小姐等人离开后，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桌上的格罗塞尔游记。